哎呀，人家这个糯米也太坏了，说是咱馋，咱老馋了。你就换咱婚年日，你还敢倒赔本啊？山东寿光现在还下了雨，这场雨下了大约有15天了。你看这棚的水，现在棚也种不上，玉米也摆不了，整片都是水，全是水。2025年的这场秋雨，冲垮的不仅仅是玉米，它冲开的是中国农业的一道我们假装看不见的巨大裂缝。当无人驾驶机器人在马路上穿梭送货时，我们养活14亿人的方式，却依然脆弱的像1000年前的靠天吃饭。这场被气象学家称为数十年一遇的持续强降雨，在2025年的秋天，精准打击了中国最重要的玉米主产区河南、山东、安徽等等这些，我们课本里的中原粮仓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原水仓。眼前的这个画面不是干旱，而是雨水太多，让丰收在望的玉米成片的倒伏、发芽、霉变，大型收割机深陷泥潭，寸步难行。农民们穿着雨衣，踩着极稀的积水，试图用手去抢救那些还没完全烂掉的玉米，动作原始的像是从一场现代社会的梦中突然醒来，被拉回了农耕时代。这场大雨就像是一面放大镜，把我们农业系统中那些根深蒂固的问题照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资本可以涌入人工智能，造出能写诗作曲的 AI， 但为何田间的传感器、智能灌溉系统却寥寥无几？当城市在谈论元宇宙时，许多地方的农民还在用着父辈传下来的经验和工具。这种时代的割裂感，荒诞的简直就像个笑话。现代农业拼的是科技。我们知道，从先天条件来说，我国适合耕种的平原土地数量存在先天的劣势，但是以色列与我们相比，劣势更加明显。以色列却实实在在的属于农业上的强国。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以色列到底有多惨？全国大部分国土都是沙漠，极度缺水，这听起来根本就不是种地的地方，可偏偏就在这里诞生了让世界惊叹的农业奇迹。具体怎么做的呢？第一，对水抠门到极致，他们发明了著名的滴灌技术，把每一滴水都精准地送到植物的根部，几乎没有浪费。相比我们传统的大水漫灌，这种技术能省水高达90%以上。第二，给植物定制基因，他们大力研发农业科技，专门培育能抗干旱、抗病虫害的超级种子，让作物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也能茁壮成长。第三，全程机器当家，从播种、管理到收获，大量采用自动化机械，用最少的人力管理最大面积的农场。结果呢，奇迹发生了。比如柑橘，北美的平均产量是每公顷243吨，欧洲是211吨，而以色列达到了惊人的262吨，效率世界领先。更厉害的是，全球粮食在采收过程中的平均损耗率大概是20%，而以色列通过他们精准的系统和规划，把这个数字压到了恐怖的0.5%。所以你看，以色列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硬道理：农业的未来不在于你拥有多少土地，而在于你拥有多少科技。他们没有抱怨先天不足，而是把有限的资源通过技术发挥到了极致，真正做到了向科技要产量，向精准要效益。这或许正是中国农业从大到强必须要走的路。我们总是自豪于农业总产值世界第一，但这个第一是靠着庞大的农业人口堆出来的，而不是靠极高的生产效率。说白了，就是人海战术。我们的农业就像一个虚胖的巨人，
看上去规模庞大，但一场风雨就能让它踉跄。那么现在的农业强国是什么样的呢？美国的平原占其领土的50%，和中国12%的平原地形相比，条件实在是优越。这样的先天优势让美国占据了世界农业生产领域和出口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中北部大平原共有28亿多亩耕地，其中70%以上的耕地以大面积连片分布在内陆低原上，这为美国提供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提供了基础。美国从事农业的人口约为600万，还不到全国的2%。截至目前，全美共有农场204万户，平均每个农场面积为2677亩。广袤的土地和较少的农业人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农业生产领域，土地越多，收成相对就越多，农民也就有更多的收入。手里有余钱的情况下，农民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投资农用机械，来减少人力的投入，增加单位土地的农产品产量。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都听说过美国农场主开着飞机喷洒农药的故事。的确，机械化和自动化是美国大农业的显著特点。2017年有数据显示，全美大约有农用拖拉机500万台左右，联合收割机150万台。此外，还有各种型号的深松、整地、播种机械以及喷灌、滴灌等机械设备。可以说，美国农场主几乎实现了农业的全领域机械化。机械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减少了人工成本。看到现在，可能就会有人问了，既然机械化这么好，我国为什么不大规模推广呢？我们也有广大的平原呀，比如说我们的中原大地河南省，根据官方数据，河南省平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55.7%，持有农田1.2亿亩，乍一看很适合发展机械化农业。但先别忙着下定义，先来看看下面的画面。这是河南省某市的一片农田，可以看到地面上的田地就像摔过的手机屏幕一样，被分割得极其细碎，而且每块田形状都不怎么规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耕地破碎化。河南省1.2亿亩的农田总面积不算少，可是均分到4476万农村人口头上，户均才大约10亩地，与美国中部的小麦带、玉米带农户相差45倍。另一个间接原因是，将大片集体耕作的土地分给小农户，加剧了农田的破碎化。耕地破碎化是制约中国农业走向机械化的主要原因。2022年的数据显示，河南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在18000元左右，而一台手扶拖拉机的价格就在3000元，搭配上播种、收割等各型号的农机，一套下来就动辄2万块以上，本来就是个不小的负担。即便农民真的咬咬牙买下一套农机，在短时间也无法回本。按今天河南农村人口户均10亩地来计算，2022年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100斤113元，未受灾的情况下，小麦亩产能达到800斤。在刨去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花费，10亩小麦一年也就是3440块钱的收入。这个数字如果再减去3口之家的花费呢？还有，农户在承包农田的时候，经常还按照土地肥瘦远近搭配分配，这就导致了每家每户10亩的土地还不在一个地方。这块种油菜，那块种玉米，离家近的地方还有个菜园子，农机也无用武之地，甚至在一些地方，良田在被侵占，厂房在增加。我们口口声声说18亿亩耕地红线，但滋养这红线的沟渠、河道，却被一些人见缝插针地种上了庄稼。不是他们贪心，而是在有限的资源里，那一点点边角料，也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这种与粮争地的无奈，让人唏嘘。农业是立国之本，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但本应因此备受尊重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存在感和话语权呢？河南农户辛苦一年，10亩地种小麦，收入可能仅几千元，这个数字如何留住年轻人？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是农业大国，但农业从业人员却都是些年龄比较大的人。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德国。德国农业总产值虽非顶尖，但回顾整个发展历程，该国当前无疑已走到世界尖端。德国以高工艺水准闻名于世，创新研发与制造生产的能力冠绝当时，得益于顶尖的工艺实力。德国农业现在也充斥着各种黑科技，超级自动化使得劳动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分配更有效率。除此之外，德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农机出口国，自播种到收成都已实现全自动机械化。德国政府提倡的专业化是该国的一大杀手锏。在德国，要当农民并非一件简单的事。以一个葡萄园专业技术人员为例，他必须先经过数年的农业专职教育，从中毕业后考取制造资格，接着还得进修取得管理师资格，再实际取得工作经验，最终才可能获得经营农场的资格。可以说，在德国成为一名合格的农民是一件真正的非常光荣的事情。它不光代表较高的收入，还象征着高素质和高社会地位。此外，当前先进国家盛行的有机农业领域中，德国也是最主要的先驱者之一，这也得益于德国对农民和农业人才的尊重。当我们指责农民观念保守，不愿接受新技术时，我们是否想过，我们的农业推广体系是否真的触达到了他们？他们承担不起试错的成本，一次失败的播种可能就是一整年的绝望。他们的保守背后是刻在骨子里的风险规避。理解了这份不易，你或许会一声叹息。中国人口众多，农业需求巨大，但我们却严重缺水，且水资源浪费严重。更奇怪的是，在缺水的另一面是大雨年份，我们却又控制不了洪涝，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种资源的错配与失控，是我们农业最大的先天不足之一。我们拥有强大的基建能力，但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却相对落后。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我们或许会为灾区的新闻感到短暂的震惊和同情，但转身走进超市，货架依旧满满当当，米面粮油价格平稳。这种平稳让我们很快忘记了千里之外的农民的挣扎。国庆假期，旅游区人潮汹涌，社交媒体上全是美食与美景的内容，但很少有人会知道，在同一片国土上，有一群人正在为明年的播种和今年的收成犯愁。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稳定与繁荣，却可能正在集体漠视支撑这个文明的农业根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并非没有闪光点。例如，我们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占据了全省耕地面积的 80%， 黑土、草甸土等肥沃土壤占 70% 以上，有利于发展大规模机械生产。黑龙江省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早在上个世纪就达到了全国的 top 水平。早在2009年，黑龙江的田间作业综合机械化率就达到了 96%。 在科技贡献率方面，黑龙江的农业丝毫不比美国逊色，保护性耕种、病虫害防治、农业人才方面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黑龙江有媲美世界一流的机械化与科技化农业，这就是我们的方向。我们需要在土地流转、科技赋能、职业农民培养、水利基础设施投入上下更大的决心。我们要让种地从一门生计变成一项有吸引力的职业，想办法让只能靠天吃饭的老农民逐渐改变成掌握先进技术和理念的新农人。所以，当我们端起一碗饭的时候，要时刻谨记，我们品尝的不只是粮食的香甜，那是一群人的辛劳，一个系统的运作，一个古老国度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穿越的惊涛骇浪。我们碗中的粮食能否撑起下一个丰收？答案不在风调雨顺的老天爷手里，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关注、理解和选择里。爱不会消失，责任也不应缺席，它只是需要以另外一种方式，在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上延续下去。